战国乱世，英雄辈出，有一人乘武侯遗志，赴蜀汉重任，以文武之才转战陇右，以赤诚之心坚守国门。他便是姜维，一生北伐，久伐中原，纵使前路艰险，屡遭挫折，亦不改初心，至死方休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姜维的一生，回望他在蜀汉末年写下的那段忠勇传奇。公元234年，建兴12年，诸葛亮在五丈原军中病逝。五丈原就是今天陕西眉县西南一带，蜀军将领力不发丧，整顿军队后撤。当地百姓见蜀军撤走，便向司马懿报告。司马懿随即出兵追击。姜维命杨仪竖起旗帜，勒响战鼓，做出要反击的姿态。司马懿以为中计，连忙收军退回，不敢再逼近。蜀军因此安全撤退，百姓中流传出谚语，使诸葛今走深中达。姜维回到成都后，被任命为右监军、辅汉将军，统领各路军队，晋封平乡侯。公元238年，延熙元年，姜维跟随大将军蒋琬驻守汉中。蒋琬升任大司马后，任命姜维为司马，他多次率领偏师向西进军。公元240年，延熙3年，姜维率军攻打陇西，魏将郭淮进军强州，姜维率军撤退，之后撤回汉中。公元243年，延熙6年，姜维升任镇西大将军，兼任凉州刺史。公元247年，延熙10年，姜维升任卫将军，与大将军费祎共同掌管尚书事。同年，文山郡平康县的彝族起兵反叛，姜维率军前去平定。不久，雍州、凉州等地的羌族胡人背叛魏国，投降蜀汉。姜维领兵出陇右接应，与魏国雍州刺史郭淮、讨蜀护军夏侯霸在洮西交战。胡族首领白虎文、智无代等人率部投降蜀汉，姜维把他们迁到成都的繁县附近，没有迁走的人都被郭淮平定。公元249年，延熙12年，朝廷授予姜维符节。秋天，姜维率军进攻雍州，依靠曲山修筑2座城池。姜维熟悉陇西的风俗人情，想要引诱羌胡部族归顺蜀汉，以此控制这一地区。他派杨门将苟安、李欣等人驻守，并联合羌胡人进攻附近各郡。魏军则由征西将军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统领军队抵御。郭淮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，命令陈泰、讨蜀护军徐志、南安太守邓艾进兵包围曲城，切断交通与水源。曲城的蜀军陷入困境，姜维被迫领兵救援。进抵流陀山，被陈泰的军队阻拦。姜维得知郭淮率军进逼讨水，企图切断自己的退路，立刻率军撤回。而苟安、李欣等人因为孤立无援，最终投降魏国。郭淮又向西攻打羌人各部，留下邓艾驻守白水北岸，防备蜀军反攻。姜维得知后，命令廖化在白水南岸驻军牵制邓艾，自己亲率主力奔赴陶城。后来这一计划被邓艾识破，邓艾在当夜抢先占据陶城，姜维只好撤军退走。公元250年，延熙13年12月，姜维再次出兵陇右，也就是今天甘肃陇山、六盘山以西的地区，联合羌人部队攻打魏国的西平郡，没能攻克，最后俘获了魏国的中郎将郭修，率军返回。姜维觉得自己熟悉西部的风俗民情，又凭着文武双全的才干，想把羌族、胡族当成自己的羽翼，还说请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。所以他常常向朝廷提议要大举出兵伐魏，但费祎多次制止他，每次拨给姜维的军队从来没有超过1万人。费祎还对姜维说：“吾等不如丞相，亦远矣。丞相犹不能定中相，况吾等乎？不如且保国治民，谨守社稷，如其功业，以其能者。吾为悉其机信，决成败于一举。若不如治，悔之无及。”公元253年，延熙16年春天，
被去世，姜维终于能实现自己的伐魏志向了。这年3月，吴国太傅诸葛恪再次出兵攻打魏国，派出20万大军进攻淮南地区。姜维也趁机率领数万人乘石营出兵，石营就在今天甘肃省西和县西北，经过董亭，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天水市西南，包围了魏国的南安郡。魏国雍州刺史陈泰率军赶来解围，进军到洛门，也就是洛门郡，今天甘肃甘谷以西的时候，姜维因为长时间攻打南没能攻克，军粮也已经耗尽，只好解除包围，率军撤退。公元254年，延熙17年，姜维开始主持蜀汉的内外军事。这年2月，魏国的中书令李丰，还有皇后的父亲官禄大夫张继等人，密谋废除朝中大臣，打算让太常夏侯玄代替司马氏担任大将军。没想到事情泄露，司马氏杀了李丰、夏侯玄等人，还废除了张皇后，魏国一时间陷入混乱之中。魏国的嫡道长李解秘密派人向蜀汉请求投降。这年6月，姜维趁机率领军队攻打魏国，李简献出狄道城投降，姜维顺利占领了狄道，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洮。10月，姜维率军进军包围襄武，襄武是魏国陇西郡的治所，就在今天甘肃陇西南一带。魏国将领徐志率军反击，蜀汉的前军荡寇将军张离战死。姜维率领大军随后赶到，击败了魏军，斩杀了徐志。魏军大败撤退，姜维乘胜追击，攻破了河关、临洮等县。河关在今天甘肃临夏西北，临洮在今天甘肃勉县，还把河关、临洮、狄道3个县的百姓迁徙到蜀地，之后才率军撤回。公元255年，延熙18年7月，蜀汉魏将军姜维趁着魏国大将军司马师病逝的机会，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、征西大将军张翼等人，统领数万人攻打魏国。8月，蜀军到达扶罕，也就是今天甘肃临夏东北，接着向狄道进军。魏国征西将军陈泰令雍州刺史王进率领自己的部众进驻狄道，等他亲自率领主力乘陈仓。今天陕西宝鸡以东赶到后，再一起夹击蜀军。可王进没有等到陈泰的大军，就擅自出兵攻打蜀军。姜维率领军队先后在固关、陶溪大败王进。固关在今天甘肃临洮以北，魏军战死的有几万人，王进只带着1万残兵退守狄道城。姜维乘胜包围了狄道城，魏国大将军司马昭任命长水校尉邓艾为安西将军，和陈泰一起合力抗击蜀军，还派遣太尉司马孚作为后援。陈泰与邓艾的军队会合后，兵分3路进军陇西。他们避开蜀军的主力，出其不意地绕过高城岭，也就是今天甘肃渭源西北，进军到狄道东南的山上，点燃火把，勒起战鼓，和城内的守军联络。城内的魏军看到援军赶到，士气大振。姜维立刻率领军队沿着山势进攻，却被魏军击退。这时陈泰扬言要截断蜀军的退路，姜维于是在9月25日率军撤退到中提，也就是今天甘肃临洮以南。公元256年，延熙19年正月，姜维在自己的驻地被后主刘禅封为大将军。6月，姜维和征西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会合，上邽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。7月，姜维率先出兵岐山，听说邓艾已经做好了防备，就改变了路线，乘董亭攻打南安。董亭在今天甘肃武山南，南安在今甘肃陇西东南。邓艾的军队抢先占领了武城山，据险防守。武城山就在今天甘肃武山西南。姜维见有利地形已经被敌军占据，强行进攻难以攻克，就趁着夜色渡过渭水向东进军。
沿着山势进军夺取上桂。两军在段谷展开激战。段谷位于今天甘肃天水西南，可估计没有按时赶到。蜀军交战失利，士兵四处溃散，死伤的人非常多，百姓因此埋怨姜维。陇山以西的地区也趁机发生了骚乱。姜维战败归来后，主动请罪，承担责任，自己请求被贬为后将军，代理大将军的事务。公元257年，延兴20年5月，魏国将领诸葛诞联合动武，在淮南起兵，反叛司马昭。司马昭调动关中的兵力向东进军，讨伐诸葛诞。姜维趁机出兵攻打魏国的秦川地区，也就是渭水流域。12月，姜维率领数万人从洛谷出兵，洛谷在今天陕西周至西南，随后到达神岭，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周至南。当时魏国在长城积存了大量军粮，而且防守力量十分薄弱。长城就在今天陕西周至南。听说姜维率军赶来，当地的魏军将士都十分惶恐害怕。魏国征西将军司马望和安西将军邓艾担心姜维突袭夺取长城的军粮，立刻合兵一处据守。姜维的军队进军到满水，满水就是今天陕西周至的黑水，沿着山势扎下了营寨。司马望、邓艾的军队则靠近水边修筑营寨防守。蜀军多次派兵挑战，魏军却一直坚守营寨不出战，两军陷入了长期的对峙局面。公元258年，景耀元年3、4月间，姜维听说诸葛诞战败身亡，就率领军队撤回了蜀国。之后他再次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姜维先后多次发动北伐，不仅没有取得什么成效，反而让蜀国的百姓痛苦不堪，士兵疲惫不堪。于是他不再轻易发动对外战争，转而致力于加强汉中地区的防御。当年刘备留下魏延镇守汉中，每个营寨都配备了充足的兵力，用来抵御外来的敌军。敌人前来进攻时，能让他们一步也无法前进。后来的汉中之战中，王平抵御曹爽用的就是这种防守方法。姜维认真研究了蜀国的局势，提出了敛兵聚谷的新防御策略。朝廷也认为姜维的这个办法不错，就命令汉中都督胡济退守到延寿，监军王涵驻守在乐城，护军蒋斌驻守在汉城。其实这种敛兵聚谷的方法弊端远远大于益处，无异于主动放弃险要的地势，自己拆掉防御的屏障。公元262年，景耀5年10月，姜维起兵再度攻打魏国，率军攻入桃阳境内。魏征西将军邓艾率领军队迎战，邓艾抓住姜维孤军深入，战线漫长，急眼困难，难以持久作战的弱点，抢占有利地势，在桃阳以东的后河，也就是今左离东北一带设下阵势，以待劳，阻击蜀军。双方激战之后，魏军发起反击，蜀军大败，损失严重。姜维只得退往榻中，也就是今甘肃舟曲西北。此后，蜀军实力大减，转为被动防御的态势。姜维历次北伐，具体的战绩是大胜2次，小胜3次，相距不克4次，大败1次，小败1次。整体来说还是胜多败少。有人说他死守武侯遗址是蜀汉最后的脊梁，也有人说他全部军独武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。如果你站在蜀汉的立场，会支持姜维继续北伐，还是像费祎那样选择守国养民？10万大军压境，对面只有7000守军，怎么看这都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之战。可结果却是带兵的孙权差点没能活着回去，而更离谱的是，这只是他6次进攻合肥中的1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座城为什么能让东吴之主一再失守？你觉得问题出在将领、战术，还是孙权本人？公元208年11月，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大败，但其大军依旧驻扎在荆州北部。同年12月，
吴军将领周瑜正率军攻打江陵的曹仁，而坐镇柴山的孙权则亲自领兵进攻合肥，意图开拓西北两条战线。同时，合肥太守由扬州刺史刘馥担任，孙权率军将合肥团团围住，并派张昭率军进攻九江的丹徒，可惜未能成功。孙权攻城超过1个月后，经历了赤壁之败的曹操撤退至巴丘，派遣将军张喜率领汝南郡军队前往合肥解围，只是这支援军迟迟未能抵达。到了公元209年，合肥城依旧久攻不下，孙权打算率领轻骑兵亲自突击敌军。不过张宏随即进谏道，兵器是凶器，战争是危险的事，现今主公您持着血气盛壮，又轻视强横凶暴的敌人，三军将士对此莫不心寒，即便可能斩杀敌将，夺取敌旗，威震敌场，但这也是偏将的任务，不是主将应当做的事，希望您能抑制奔欲之勇，而怀有霸王之图谋。听完这番劝谏，孙权便打消了亲自突击的念头。合肥城在经历了100天的猛攻后，又恰逢连日降雨，城墙已然濒临崩塌。于是守城将士用稻草和棕榈叶修补城墙，到了夜晚便点燃火把，照亮城外，密切观察敌军动向，做好万全防备。与此同时，张喜的援军仍未抵达，别驾蒋济便向刺史献上计策，谎称4万援军已抵达余楼，派遣主簿假扮成迎接张喜的使者，还命令3名守将携带书信出城后，故意装作偷偷入城的样子，其中1名守将成功回城，另外2名则被申军擒获。孙权得到书信后，坚信曹军会有4万人赶来救援，于是下令烧毁营镇后撤退，合肥之围就此解除。如果你当时在孙权阵营，会不会相信这封援军将至的书信？第一次合肥之战，孙权围城100日，眼看就要攻破，却被一封援军将至的假消息吓退。这一战他输在判断，但真正的转折很快就来了，因为接下来这一战才是整个合肥战场最凶险的一次。公元214年，曹操南征孙权魏国，班师前留张辽、李典越境，率7000多人防守合肥。至公元215年，曹操出征张鲁时，派护军谢悌送函至合肥，写道：贼到时才打开。同时，孙权与刘备争夺荆州，最终以平分荆州为条件，两军各自撤退。但孙权见曹操远在汉中，无法及时东归，便在8月率10万人北至路口出征合肥。张辽等人随即打开曹操之函，函中写道：若孙权军来到，张李2位将军出城迎战，岳将军守城，护军薛悌不要出战。因敌我兵力悬殊，诸将皆对这一指示心存疑惑。张辽说道：曹公正率军在外，等他的援军抵达，孙权军必定已攻破我们，所以教函要我们在敌军集结前主动出击，先挫其锐气，安定军心，而后才能顺利守城。成败之机就在此一战，各位有何疑虑？李典认同张辽的想法，于是前一夜募集勇士800人，杀留犒赏军士，准备次日大战。天亮后，张辽披甲之己，率先冲锋陷阵，斩杀数十人，两员大将大呼自己的名字，冲入吴军营内，直逼孙权旗下阵营。孙权大惊失色，仓皇间登上山顶，以长戟自守。东吴军队猝不及防，陈武战士宋谦、徐盛军抵挡不住，士兵开始溃散。潘璋在后方驰马追上，斩杀宋谦、徐盛军中2名逃兵。士兵见状，才回头再战。张辽赐令孙权下战，孙权不敢动，见张辽兵少，便令回头的军士将其团团围住。张辽奋力突击，冲破包围缺口，麾下数十人得以突围。张辽军余众大呼：将军抛弃我们了吗？张辽于是再度冲入包围，救援余众。最终孙权军队溃不成军，无人敢再抵挡张辽。这场战斗从日出持续至中午，吴军士气尽失，回军休整守备，曹军军心安定。李典、乐进诸将皆心服张辽，
而这场战斗也正是张辽子提典故的产生的由来。此后，孙权率军在合肥坚持了10多日，全守合肥10余日。当中的“守”字没有进攻的含义，只含有坚持、坚持、保持的意思。既然“守”字无进攻之意，而《乐进传》中并未记载乐进在合肥狙击敌军的功勋，《武帝纪》里也只记载了出战的张辽、李典之功，却没有守城的乐进之功。因此，在孙权军队坚持于合肥的这10余日内，无法确定其是否曾对合肥城发起过攻城战。孙权见夺城已然无望，又恰逢军中爆发疫疾，便下令大军班师回朝，自己则率领1000多名虎士与凌统、甘宁、吕蒙、蒋钦一同断后。此书原文中仅有“为”字，并无等字，因此此时陈武已战死，潘璋、宋谦、徐盛并不在京北。当军队行至逍遥津以北时，张辽观察到申军正在撤退，当即率军追击，申军瞬间陷入混乱，孙权也被团团围住。这里如果孙权被俘，你觉得三国格局会怎样改写？危急时刻，甘宁厉声下令捶响战鼓，以此提振士气。凌统亲自率领300名禁卫兵冲入重围，甘宁则拉弓射箭掩护，吕蒙、蒋钦也率军拼死抵抗，阻挡曹军追击。凌统救出孙权，当即回头与曹军死战。孙权和甘宁策马疾驰，赶往逍遥津渡口。可撤退路上的桥梁已被敌军毁坏，桥面上有1丈多的地方没有木板。当时孙权的进监鼓励紧随马后，急忙叮嘱孙权抓紧马鞍，松开缰绳，自己则在身后奋力扬鞭，借助鞭力助推马势。孙权得以顺利跃马跨过断桥，与在荆南率领3000士兵防备的贺齐会合，这才成功逃脱。凌统则继续留下来拖住敌军，他身边的部下已全部战死，自己也身受重伤，却仍奋勇斩杀了数十名曹军，直到确认孙权已然安全，才身披铠甲，悄悄突围逃走。成功逃生后，他在金柱之上痛哭流涕。张辽率领着投降的东吴军人返回合肥城，在押解俘虏、斩杀敌手的途中，向投降的东吴士兵问道：“有个紫色胡须、上身长、腿短小、擅长骑射的人是谁？”东吴降卒答道：“那是孙权。”后来张辽与乐进相遇，谈及此事，不禁叹息己方没能早点认出孙权的模样，若是早知道，当时奋力追击，说不定就能将他生擒。合肥城内的曹军将士听闻此事后，无不深感叹恨。张辽这一战，从清晨打到中午，800人正面冲阵10万大军，直接把吴军士气打崩。而孙权本人也是在乱军之中仓皇逃脱。这一战之后，东吴再没人敢轻视合肥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，这并不是孙权最后一次进攻合肥，因为接下来他还会再来试试，而且兵力更多，准备更足，可结果却比这一次更离谱。在三国历史中，孙权曾多次北上进攻合肥，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被曹魏名将张辽以800人突袭10万大军，甚至一度逼近其本阵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。在之后的10多年里，孙权又连续发动了4次进攻，兵力更多，准备更足，可结果却始终没有改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说张辽那一战还可以看作一次突袭带来的意外，那在没有这种极端情况的前提下，孙权为什么依然打不下合肥？公元229年5月，孙权于武昌登基称帝，国号为吴。同年9月，孙权下诏迁都建业。太和4年，公元230年正月，魏国在合肥境内修筑合肥新城，用以防备吴国入侵。这年冬天，孙权扬言要夺取合肥，满宠随即上表朝廷，请求召集兖州、豫州的兵力前来支援。不久后，兖豫两州的援军云集合肥，孙权见无机可乘，只好率军退还。朝廷见状，下令让满宠遣散援军，但满宠却认为敌军大举撤退，
恐怕并非真心退走，大概率是佯装退却，意图麻痹我方，等我们撤军后再趁虚来攻。于是他再次上表请求朝廷不要撤兵。曹魏朝廷采纳了满宠的建议，命兖豫两州的援军继续驻扎在扬州境内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孙权就率军来攻打合肥城，最终未能攻克，只能无功而返。青龙元年（公元233年12月），第四次合肥之战爆发，孙权出兵征讨，意图围攻合肥新城，进至淝水。只因新城距离水边较远，吴军20多天都不敢下船靠近。魏将满宠对麾下诸将说道：孙权知道我已将兵力移至城外，必定会大夸海口，前来炫耀其实力，邀取功名。他虽不敢贸然向前推进，却一定会上岸耀武扬威，以此显示自己兵多将广。随后，满宠派遣6000步兵和骑兵在淝水隐蔽之处埋伏起来，等待吴军登下。不久后，孙权果然率军上岸炫耀兵力，满宠的伏兵趁机突然杀出，一举斩杀吴军数百人，还有不少吴军士兵逃至河中溺亡。吴主孙权大怒，随即下令猛攻合肥新城，同时派吴将权从率领5万步兵和骑兵攻打六安。最终2场战事均未能攻克目标，吴军又是无功而返。青龙2年（公元234年2月），蜀汉丞相诸葛亮发动第5次北伐，并派使者前往东吴，请求一同出兵。孙权答应了。孙权判断失误，以为魏明帝曹睿不会亲自率大军来援，于是同年5月，他进驻巢湖口，对外声称有10万人，亲自率军攻向合肥新城。另一方面，又派陆逊、杜哥景率领1万多人进驻江夏沔口，进攻襄阳。同时命将军孙韶、张成进驻淮水一带，向广陵、淮阴方向推进，形成3路兵马北伐。6月，曹魏扬州守将满宠率军前去支援新城守将张颖。铁衣将军田豫认为，新城本身防守能力已经足够，如果此时出兵，反而可能被孙权趁机吞掉援军。于是他说，敌人倾尽全力大举出动，并不是为了小利，而是想借攻打新城引诱我方主力出动，应该任由他们攻城，挫其锐气，不要与之正面较量。他们久攻不下，士兵自然疲惫，等其疲惫之后再出击，便能大获全胜。如果敌人看穿我们的打算，就不会再攻城，而会自行退去。若现在出兵，正中他们的计策。此外，大军行动的方向因让人难以预料，不该让敌人轻易判断。当时不少官吏士兵请假在外，满宠上表请求调集中军兵力，并召回所有请假将士，以便集结退守寿春防御。不过，陕骑常侍广平人刘绍认为，应当固守不出，避开敌军锋芒，同时先派步兵5000、精骑3000前出，故意将队伍拉到冲上，多设旗帜于战鼓，让敌军误以为大军已至，从而自行退却，可以不战而胜。魏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，先派前队出发。魏明帝也没有采纳满宠提出的放弃合肥、退守寿春的建议，认为合肥、襄阳、岐山分别是曹魏在东南西3面的关键据点，守城绰绰有余。魏征同样看出孙权表面上是响应诸葛亮，实际上更像是在观望局势，因此认为合肥城池坚固，孙权的进攻不足为惧。此时的满宠已经至少76岁的高龄，他的援军计划被田豫否决，撤离合肥、退守寿春的建议又未被采纳，于是决定主动出击。他募集了数十名壮士，折下松枝做成火炬，浇上麻油，借助上风方向点火放出，火势顺风迅速蔓延，一直烧到吴军的攻城器械。孙权的侄子孙泰前来救火，满宠又命军队放箭，由于顺风，箭矢射程和威力都被增强，最终射杀了孙泰，也烧毁了吴军部分攻城器械。正如田豫、魏征、刘绍所预料，曹魏方面坚守合肥新城，守将张颖等人顽强抵抗，使孙权久攻不下，战事一直持续到7月。7月壬寅日，
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大军东进，当大军行至距离合肥新城数百里的浔阳时，孙权已经心生畏惧，选择撤退。进攻淮水流域的孙韶军也同时回师，只有在汉水流域作战的陆逊军继续坚持了一段时间，但不久也随之撤军。公元253年，吴太傅诸葛恪从东兴返回不久后，不顾群臣劝阻，在3月亲自率领20万大军再次北伐。到了夏季4月，他率军围攻合肥新城，修筑土山，加紧进攻。魏将张特率3000人坚守新城，苦撑3个多月，死伤惨重，城池几乎被攻破。张特对吴军说道：现在我已无心再战了，但依魏国法规，被攻超过100日而援军不救的话，虽然投降，家人可以免去刑责。自抵抗敌人以来，已经90多日了。这城中本来有4000多人，战死者已经过半，城池虽陷，如有半数人不想投降，我便与他说话，陈明善恶。明日早上送明，你们先以我的印绶拿去做信托吧。随后，张特将自己的印绶抛给吴军，而诸葛恪信以为真，没有收取。到了夜里，张特却暗中拆下房屋木料和围栏，在城墙破损处加固，又筑起第二道防线。第二天，张特再次对吴军说道：我但有斗士耳，决意死守不降。吴军大怒，再次强攻，却已无法攻破城池。此时天气炎热，吴军疲惫不堪，疫病蔓延，患病者超过1半，死伤严重。诸葛恪久攻不下，反而迁怒各部将领，士卒怨声四起。早在当年5月，曹魏朝廷就已经得知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的消息，于是派太尉司马孚率20万援军从寿春集结，赶赴合肥新城。司马孚判断吴军已经疲惫，于是率军进击，大败吴军。8月，诸葛恪无奈撤军，司马师又命文钦率精锐部队配合行动，试图截断诸葛恪的退路，由兀丘俭等将负责断后。诸葛恪因此心生畏惧，仓促撤退。文钦趁机追击，大败吴军，斩首1万余人。当你把这6次战役放在一起看，就会发现一个很反直觉的结论：合肥难打。从来不是因为这座城有多坚固，而是因为曹魏在这里已经不再只是守城，而是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战争体系。从心理战到突袭战，从坚守消耗到反击追击，每一次的孙权北上，面对的都不是同一种对手，而是一套不断变化的应对方式。所以他6次进攻，6次失败。你觉得孙权输在哪里？东吴朝堂一度出现诡异的平静，太子未废，鲁王并立，人人都在笑这一事，却没人敢确定明天谁还活着。更奇怪的是，所有试图说清楚局势的人都开始一个个消失，而东吴的未来只掌握在一个人手里。赤乌5年，公元22年正月，申河正式被立为太子。同年8月，朝中大臣奏请立皇后分诸王，孙权只同意立4子申霸为鲁王，他的5子孙愤、6子申休10年后太元2年，公元252年才封王。所以当时孙霸是吴国唯一的藩王，地位很突出。申河本来特别受孙权喜欢，但孙霸封王之后，两人还是一样受宠，还住一个宫殿里，没正式分等级。太常顾谈、太子太傅吴尚这些大臣都反对，说太子和藩王得有嫡庶区别，礼节也得不一样，还要求鲁王去地方镇守。后来太子和鲁王分开住，各设官署，这就成了矛盾的开始。鲁王觉得自己地位降了，是太子和他的人害的，有了自己的宾客后，就一起诋毁太子和支持者，想除掉他们，自己当太子。你觉得当同等宠爱被刻意维持时，这更像是管理失误还是权力设计？另外，孙和当太子后，孙权本想立他的母亲王夫人为皇后，可全公主总想方设法阻止。有一次，孙权卧病在床，派孙和去宗庙祭祀，太子妃的叔叔张修家离宗庙近，
就请申和去家里坐了坐。这事被全公主的人看见了，全公主就跟申权告状，说申和没去祭祀，反倒在妃子家密谋大事，还说申权生病时王夫人脸上有高兴的神色。申权特别生气，骂了王夫人一顿，王夫人郁闷之下突然去世。从那以后，申权和申和的关系就慢慢冷淡了。公元24年，也就是赤乌7年，孙权听说太子和鲁王不和，又下令让两人不准跟宾客来往，专心读书。可这事遭到了杨道等大臣的坚决反对。大臣们说，太子和鲁王在外名声很大，突然改规矩，会让邻国起疑心，说闲话。另一方面，太子和鲁王的宾客矛盾越来越深，除了本来就不和的人，其他年轻人参与进来，都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快速升职。朝廷里里外外的官员都争着派自己的子弟去侍奉申和或申霸，因为这层关系，矛盾慢慢就落到了朝堂上。大臣们也分成两派，一派支持太子，一派支持鲁王。据《阴基通语》记载，陆逊、顾谭、吴粲、朱据、诸葛恪、滕毅、司纪、丁密等人支持太子，而布置、吕岱、权从、吕据和孙弘都支持鲁王。当官员开始按人脉阵营划分，而不是按制度行事，这个政权还算稳定吗？其中一些激进的太子党和鲁王党冲突特别大，太子党对鲁王和他的人要求太过分，引发了鲁王党的反击。陆逊的外甥顾谭是太子党里最有分量的，向来跟鲁王阵营的拳击不和。早在公元241年阙陂之战时，顾谭的弟弟顾成还有拳击的哥哥权绪、谭勋、钱章都参加了战斗。当时顾成得到了封赏更多，全家一直觉得不公平。现在矛盾爆发，权从父子就揭发顾成串通别人，虚报功劳。顾成被关进监狱，顾谭也受到了牵连。孙权本来想让顾谭道歉，就放了他。可朝会上，顾谭一激动就说：“陛下，常言其心乎？”官员就上奏说他诋毁国君，大不敬，按律该处死。孙权看在他父亲顾雍的面子上，没杀他，最终把顾谭、顾成流放到了胶州。除了顾谭，很多太子党都希望当时镇守武昌的重臣陆逊能上书拥护太子，所以总给陆逊传消息，比如吴粲、陆隐。鲁王党也想让陆逊出面稳定局势，比如权从。陆逊一开始对这场争斗保持中立，后来跟权从闹僵了，就倾向了太子这边。孙霸见申和失宠，更想当太子了，就让宾客杨佐帮自己说好话。申和从仆从那偷听到消息，正好太子宾客陆逊的主子陆隐要去武昌，申和就跟他秘密商量，让陆逊上表劝说孙权。陆逊觉得太子地位不稳，就多次上书拥护太子。孙权没想到这事传到了武昌，特别惊讶，就严厉批评了陆逊。再加上陆逊担心顾家的事，又气又急，最后去世了。消息败露后，杨卓、陆隐、吴粲都被关进监狱，吴粲死在了监狱里。后来，孙权和太子申和的关系缓和了一些。公元27年，也就是赤乌10年2月，因为建业的宫殿坏得厉害，孙权曾搬到太子住的南宫。大臣之间的争斗这时候也平息了不少，一些激进派的重要人物下台后，留下的权力空缺被一些态度温和的太子派、鲁王派人物填补了。比如公元26年，诸葛恪升为大将军，吕岱升为上大将军，分管武昌，布置升为丞相。这些人没有正面冲突的迹象，司纪也只是拒绝了申霸的拉拢，没有主动支持太子。布置、吕岱这些重臣虽然有自己的倾向，但他们的传记里压根没提党争的事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任职，对朝中的事影响小，了解也少。当冲突表面消失时，你认为是秩序恢复，还是更高层控制完成了接管？孙权琢磨了很多年，特别担心这件事。他觉得两党争斗已经让朝廷有了裂痕，如果再让申和或申霸当皇帝，只会让朝廷更不安，引发更多内斗。就像袁绍死后，袁尚和袁谭彻底分裂一样。
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儿子里面另立太子。申亮因为年纪小，受到了孙权的关注。全公主因为之前攻击过申和母子，心里不安，就借着孙权喜欢孙亮，经常称赞他，还劝说孙权立孙亮为太子。他还让孙权给孙亮娶了权氏女子。公元250年秋天，也就是赤乌12年，孙权把孙和关了起来。骠骑将军朱据见孙和被幽禁，就和尚书仆射徐晃带领很多将领官吏，用离头致富的方式请求孙权释放太子。孙权登上高台，看到这一幕，指责他们没事找事，把两人各打了100仗。徐晃被遣送回乡，朱据又写信劝谏，结果被贬为新都郡丞。后来还被中书令孙浑假传诏书害死了。陈震丞相又用晋献公杀申生，改立西岐，导致晋国大乱的例子劝谏，张纯也极力劝谏，可最后陈震丞相被灭了族，张纯被处死，朝中几人受到牵连，被流放了。这年7月，孙权正式废了太子孙和，赐死了鲁王孙霸，还把参与谋害太子的鲁王党羽、全季、吴安、申齐都杀了。到了11月，正式立申亮为太子。这场争斗前后持续了8年，把吴国的朝堂扫得一团乱。就因为太子被废，鲁王被杀。到孙权去世后，申亮顺利登基。可问题来了，申亮年纪太小，根本掌控不了朝政。后来出现了诸葛恪、孙峻、孙林先后专权的局面，吴国的混乱也一直没有停下来。在三国的曹魏朝堂，有一场悄无声息却惊心动魄的政变。年仅8岁的皇帝被卷入权力漩涡，一位看似老成的太尉，却暗中布下天罗地网，悄悄掌握朝政。这场权力的游戏，谁能笑到最后？今天就让我们揭开司马懿夺权的惊险历史。魏明帝曹睿于景初3年正月，公元239年1月22日逝世。遗诏由年仅8岁的皇太子曹芳继任，并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。曹爽重用何晏、邓阳、李胜、毕轨、丁密等人，排斥司马懿，且不久即晋升司马懿为太傅，而夺去了他的实权。之后又任命弟弟曹丕和曹旭为军领军及武卫将军。曹爽集团于是完全掌控了宫中禁军，从此曹爽和何晏等心腹控制了朝廷的运作，权倾朝野，而同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则被架空。司马懿无法参与政令决策，为了等待时机，凝聚反击力量，于正始8年（公元247年）借故生病辞职，以回避曹爽。次年，李胜到荆州上任刺史前，向司马懿辞行。司马懿更在他面前装出重病的样子，因此令曹爽对他更为深陷。但与此同时，司马懿却与儿子司马师当时为中护军，司马昭以及太尉蒋济等人暗中准备发动政变。正始10年正月，公元29年2月5日，少帝曹芳前往高平陵拜谒魏明帝之墓，曹爽兄弟以及他们的亲信全部随行离开洛阳。司马懿随即以郭太后的名义下令关闭洛阳各处城门，亲自率兵控制武库，并派兵出城把守洛水浮桥，同时命令师头高柔直接代理大将军职务，占据曹爽的军营，又让太仆王冠代理军领军的职务，占据曹丕的军营。随后，司马懿向魏帝上奏，详细陈述曹爽的罪状，说道：“我过去从辽东回来时，先帝诏令陛下，秦王和我到玉船跟前，拉着我的手臂，深为后事忧虑。我说道，太祖高祖也曾把后事嘱托给我，这是陛下您亲眼见到的，没什么可忧虑烦恼的。万一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，我当誓死执行您的诏令。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的遗命，败坏扰乱国家的制度，在朝内则超越本分，自比君主；在外部则专横跋扈，独揽大权，破坏各个军营的编制，完全把持了禁卫部队，各种重要官职都安置他的亲信担任。
皇宫的知晓卫士也都换上了他自己的人，这些人相互勾结，盘踞在一起，恣意妄为，日甚一日。曹爽又派宦官黄门、张当担任都监，侦查陛下的情况，挑拨离间陛下和太后二宫的关系，伤害骨肉之情，天下动荡不安，人人心怀畏惧。这种形势下，陛下也只是暂时寄居天子之位，岂能长治久安？这绝不是先帝诏令陛下和我到御床前谈话的本意。我虽老朽不堪，怎敢忘记以前说的话？太尉蒋济等人也都认为曹爽有篡夺君位之心，他们兄弟不宜掌管部队，担任皇家侍卫。我把这些意见上奏皇太后，皇太后命令我按照奏章所言施行。我已擅自做主，告诫主管人及黄门令说，免去曹爽、曹熙、曹训的官职兵权，以侯爵的身份退职归家，不得逗留而延至陛下车驾。如敢于延至车驾，就以军法处置。我还擅自做主，勉励自身病体，率兵驻扎在洛水浮桥，侦查非常情况。曹爽得到司马懿的奏章，没有通报曹芳，但他惶急窘迫，不知所措，于是就把曹芳的车驾留宿于伊水之南，伐木构筑防卫工事，并调遣数千名屯田兵士作为护卫。司马懿派遣侍中高阳人徐勇和尚书成泰去劝说曹爽，告诉他应该尽早归降认罪，又派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李大木去告诉曹爽，只是免去他的官职而已，并指责洛水发了誓。当初曹爽因黄范是他同乡连长的故旧，所以在九卿之中对黄范特别加以礼遇，但关系不太亲近。司马懿起兵时以太后的名义下令，想要让黄范担任军领军之职。黄范打算接受任命，但他的儿子劝阻他说，皇帝的车驾在外，您不如出南门去投奔。于是黄范就离城出去，走到平昌城门时，城门已经关闭。守门将领施藩是黄范过去提拔的官吏。黄范把手中的板碟向他一亮，谎称说有诏书召我前往，请你快点开门。施藩想要亲眼看看诏书，黄范大声呵斥说，你难道不是我过去手下的官吏吗？怎敢如此对我？施藩只好打开城门。黄范出城以后，回过头来对施藩说，太傅图谋叛逆，你还是跟我走吧。施藩步行追赶不及，只好在道旁躲避。司马懿得知后对蒋济说，曹爽的自然去了。蒋济说，黄范是很有智谋的，但曹爽就像猎马贪恋马房的草料一样，因顾念他的家事而不能做长远打算，所以必然不能采纳黄范的计谋。黄范到了之后，劝说曹爽兄弟把天子挟持到许昌，然后调集四方兵力辅助自己。曹爽仍犹豫不决，黄范就对曹熙说，这件事明摆着只能如此办理，真不知你读书是干什么用的。在今天的形势下，像你们这样门第的人，想要求得贫贱平安的日子，还可能吗？而且普通百姓有一人被劫作人质，人们尚且希望他能成活，何况你们与天子在一起，挟天子以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？他们都默然不语。黄范又对曹爽说，你的军领军别营尽在城南，洛阳典农的治所也在城外，你可以随意召唤调遣他们。如今到许昌去，不过2天2夜的路程，许昌的武器库也足以武装军队。我们所忧虑的当是粮食问题，但大司农的印章在我身上，可以签发征调。然而曹熙兄弟却默然不动，从初夜一直做到5更。曹爽然后把刀扔在地上说，即使投降，我仍然不失为富贵人家。黄范悲痛地哭泣道，曹子丹这样有才能的人，却生下你们这群如猪如牛的兄弟，没想到今日受你们的连累，要灭族了。于是曹爽向曹芳通报了司马懿上奏的事，告诉曹芳下诏书免除自己的官职，并侍奉曹芳回宫。曹爽兄弟回家以后，司马懿派洛阳的兵士包围了曹府，并日夜看守。
府宅的视角搭起了高楼，派人在楼上监视曹爽兄弟的举动。曹爽若是携着大弓到后园去，楼上的人就高声叫喊：顾大将军向东南去了，弄得曹爽愁闷不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正月戊戌日2月9日，有司奏告，黄门张当私自把选择的才人送给曹爽，怀疑他们之间隐有奸谋，于是逮捕了张当，交廷尉询问真实。张当交代说，曹爽与尚书何晏、邓阳、丁密、司隶校尉毕轨、荆州刺史李胜等人阴谋反叛，等到3月军巡起事，于是把曹爽、曹熙、曹训、何晏、邓阳、丁密、毕轨、李胜以及黄范等人都逮捕入狱，以大逆不道罪合奏朝廷，并与张当一起被诛灭三族。司马懿因为这次政变，消除了由曹爽领导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，曹氏宗室力量日渐薄弱，司马氏得以完全掌握了权力，控制了曹魏朝政，逐步消灭支持曹氏的势力，向篡夺曹魏政权的目标前进，为日后司马炎代魏立晋奠下了根基。如果你是当时的曹爽，你会选择投降还是反抗？你认为司马懿的手段高明还是过于阴险？在评论里告诉我你的判断吧。曹魏朝堂暗流涌动，3场惊心动魄的兵变，3位手握重兵的大将为何全都功败垂成，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？明明坐拥淮南重兵，明明心怀曹魏忠心，可他们的反叛却像是早就被人布好的局，每一步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。司马氏看似被动评判，可为何每次兵变之后，他们的权力反而越来越稳固？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阴谋？今天我们就揭开这段被掩盖的历史迷雾，看看3次兵变的背后到底是谁在操盘一切。正始10年，公元29年，爆发高平陵事变，大将军曹爽被罢免后遭到诛杀，太傅司马懿从此掌控魏国大权，提拔镇守寿春的王陵出任太尉。王陵和外甥令狐疑见魏帝曹芳年纪幼小，无法主持朝政，大权落到司马懿手中，便打算废掉曹芳，改立楚王曹彪。令狐疑还派部将张氏前去联络曹彪。嘉平3年，公元2512年，王陵发现东吴在土水一带有所军事行动，随即上书朝廷，请求允许出兵讨伐东吴，打算借机起兵反抗司马懿，这就是历史上的王陵之叛。朝廷没有给予答复，王陵便派部将杨弘把废立皇帝的计划告知兖州刺史黄华，希望获得支持。没想到杨弘与黄华向司马懿告发了王陵的密谋，计划还没开始就被出卖。这场起兵从一开始还有可能成功吗？司马懿随即领兵前来讨伐，王陵知道自己无力抗衡，加上司马懿出兵时已经先行赦免了他的罪名，只好选择投降。事后王陵明白自己终究难逃被杀的命运，在被押往洛阳的途中自尽，王陵、令狐疑等人都被诛灭三族，楚王曹彪也被赐死。同年8月戊寅日，也就是公历9月7日，司马懿身患重病，梦里梦见贾逵、王陵前来作祟，内心十分惶恐，没过多久就病逝了。魏国大权由他的长子司马氏接替掌权。正元元年，公元254年，李丰和夏侯玄、张继等人打算推翻司马氏的掌控，可计划泄露了，李丰、夏侯玄和张继等人全部被杀死。曹芳对李丰等人被杀这件事深感不平，这引起了司马师的不满。于是几个月后，司马师强行废掉曹芳，改立高贵襄公曹髦做皇帝。李丰等人被杀，曹芳被废，让当时驻守寿春的镇东将军冠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特别不安，害怕会牵连到自己。而且冠丘俭的儿子冠丘殿也劝说父亲要起兵保卫曹魏，两个人于是下定决心反抗司马师。前一个人刚刚被灭族，下一个人立刻起兵。你觉得他们是真的看不清局势，还是已经没有退路？正元2年，公元225年，冠丘俭和文钦在寿春起兵讨伐司马师。
还进军到了项城，这就是关秋俭、文钦之叛。东吴知道关秋俭叛乱后，也由丞相申峻率领吕据和刘湛领兵到寿春支援关秋俭。司马师亲自率领大军前去讨伐，还派荆州刺史王基带兵和叛军对抗，抢先占领了项城的南顿镇。之后，诸葛诞、胡忠和邓艾也都领兵赶来和司马师会师。司马师下令各路军队不能进攻，关秋俭和文钦既没法进攻，又害怕撤退的时候寿春被偷袭。军中的淮南将士因为家属都在北方，军心于是涣散了，只有新归附的农民还依然效命。兵力尚在，但军心已散。你觉得这场仗从这里开始还有胜算吗？这时候，邓艾驻守在乐嘉，关秋俭看到邓艾兵力薄弱，就派文钦前去攻打。可文钦赶到后，却发现司马师率领大军来了，于是只好撤退。司马师派左长史司马邦追击，文钦的军队节节败退，全靠他的儿子文彦奋力作战，才得以全身而退。这时候，殿中人以达木追了出来，试图劝说文钦投降，却被文钦拒绝了。关秋俭知道文钦兵败后，连夜逃走，剩下的士兵于是溃散。关秋俭逃到了嵊县，被平民张楚射杀，首级被送到了洛阳。文钦回到象县时，大军已经溃散，寿春又被诸葛亮占领，于是只好逃亡到东吴。申峻行军到敦兴时，知道诸葛亮已经占领了寿春，于是下令退兵。诸葛亮派部将蒋邦追击，斩伤了刘湛。关秋俭、文钦之叛被镇压后没多久，司马师因为眼睛震出眼眶，在许昌痛死了。大权由他的弟弟司马昭接手。镇东大将军诸葛诞看到他的好友夏侯玄，还有之前在寿春叛变的王陵、关秋俭都接连被杀死，心里特别不安。于是他一方面在淮南冷落人心，一方面又蓄养史实来保护自己。司马昭为了铲除支持曹魏的势力，听从贾充的建议，故意逼反诸葛诞，征召他入朝担任司空。进京可能被杀，不进就是造反。你觉得这一步诸葛诞该如何选择？诸葛诞接到诏令后特别害怕，于是，在甘露2年（公元257年）杀掉扬州刺史岳成，暂驻寿春反抗司马昭。他还派长史吴刚带着儿子诸葛瑾和杨门子弟到东吴做人质，请求东吴出兵支援。这就是诸葛诞之叛。司马昭于是率领26万大军讨伐诸葛诞，驻守在丘头，还派镇东将军王基和安东将军陈谦包围寿春，派石苞、胡志和周泰带兵抵抗东吴的军队。东吴的援军文钦、谭之、权益、权端等人趁着包围圈还没形成，突入了寿春城。但之后王基建立起坚固的包围圈，文钦等人好几次突围都没能攻破。与此同时，吴将朱毅率领军队驻守在寿春西南的安丰，作为外援，被兖州刺史周泰打败。孙林率领大军驻守在霍里（今安徽巢湖市），派朱毅带领丁奉和李斐等人再次前往寿春解围，却被石苞和周泰击败。泰山太守胡烈还派出骑兵把东吴军队的粮草全部烧光了。朱毅因为粮草已经没了，拒绝再继续进攻。孙林特别生气，杀掉了朱毅，但因为没有力量再作战，只好被迫退回建业。被围困的寿春过了很久都没等到援军。诸葛诞的部将蒋邦和焦义劝说诸葛诞率领主力专攻一个方向，争取突围，不该困守在寿春。但文钦认为东吴的救兵一定会到，劝说诸葛诞坚守城池。诸葛诞不听蒋邦的建议，还打算杀掉他们2个人。蒋邦和焦义于是逃出城，投降了魏军。后来司马昭采用钟会的计谋，伪造了刚刚投降曹魏的全辉和全仪的诱降书信，又派2个人的亲信把书信交给吴将权益和权当等人。权益等人收到书信后，果然率领部众向曹魏投降。这件事让寿春城的百姓大为震惊。甘露3年（公元258年）正月，诸葛诞和文钦、谭之等人突围，却失败了。
此山的人到处都是，只好撤回城内，而城内的粮食已经快要耗尽，已经有好几万人出城投降。文钦也打算把城中的北方人全部释放，只留下无兵据守来节省粮食消耗。诸葛亮不听，还因为记恨文钦，把他杀了。文钦的儿子文鸯和文虎知道父亲被杀后，于是投降了司马昭。文鸯两个人得到了封赏，这让收村的士兵和百姓彻底丧失了斗志。最终，司马昭在2月攻克了收村。诸葛亮兵败后出城逃亡，被胡奋部下的士兵杀死。谭之等东吴将领则选择了投降。这3次兵变接连失败，让司马氏彻底铲除了拥护曹魏皇帝的势力。从此以后，朝堂里几乎没有实权大臣再支持魏帝，天下士大夫也纷纷倒向了司马氏。司马昭就此一步步走上了篡权夺位的道路。问题来了，同样是篡权戴笠，后世对司马氏与曹氏的评价为何有着天壤之别？曹丕代汉，世人多称东汉早已名存实亡，气数已尽，他的创立更像是顺势而为，而司马氏代位却被后世骂作乱臣贼子，诟病牵连。这背后的核心争议终究绕不开一个话题：历史究竟是在向前迈进，还是向后倒退？你觉得司马氏篡位到底是时代的进步，还是一场历史的倒退？